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一滴泪，观众心碎。谭松韵以家人之名正式完结，46集平均收视率 1.69%。如果要说是暑期最火的剧，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想到以家人之名。该剧由90后三大天才谭松韵、宋威龙、张新成主演，小花、杨童书、张希林、涂松岩等演员加盟。去抓！以家人之名节目自8月10日开播以来，收视率稳步上升。据统计，该剧在播出4周后，于9月6日正式收官。最后，酷云的收视率达到了 2.032%，46集的平均收视率为 1.697%。湖南卫视金鹰专属剧场无人看管重回榜首。其实这部剧的火爆早该了，毕竟3位小演员都是靠作品打响名气的，口碑经得起考验。最好的我们锦衣之下由谭松韵主演，下一站是幸福，宋威龙、张新成都是近年的荧幕代表作。而且以家人之名播出期间，谭松韵连续数日领跑新媒体指数。要知道谭松韵不是男主角，所以这个成绩以他的实力来说还是很高的。2位男主宋威龙和张新成也是领衔主演，这3人的影响力都非常高。不知道你今年夏天有没有看到以家人之名？你感觉如何？艳福不浅，谭松韵的男朋友竟然是他。粉丝考古扒出2人恋爱证据。出道多年却极少传出恋情，在娱乐圈崭露头角是靠现在依然会经常被人提起的《甄嬛传》。谭松韵的起点并不低，在平纯贵人一角小有名气后，又趁热打铁接拍了青春剧《最好的我们》，并靠着剧中耿耿一脚火出圈。由于谭松韵甜美可爱的长相和活泼开朗的性格，每拍一部作品，几乎都会有一段绯闻传出，即使2人实际年龄相差较大，但谭松韵一张长不大的娃娃脸，让2人看起来就是同龄人。谭松韵的绯闻男友很多都比她小。最好的我们播出后，谭松韵和刘昊然传出了绯闻，在电视剧中2个人有很多甜蜜的小细节，片场花絮里2个人也在默默撒糖。电视剧播出时，2个人的绯闻传得很厉害，2个人也没有进行否认，私下也有很多互动。不过，电视剧结束后，2人的互动也越来越少，也有网友怀疑2人是在炒作。与刘昊然的绯闻结束后，谭松韵再次被传出绯闻是和任嘉伦搭档出演《锦衣之下》。不过因为任嘉伦已经结婚生子，所以这段绯闻也就不了了之。而且从2人之间的互动来看，2个人之间还是保持着距离的。谭松韵出演以家人之名时，也曾与张新成传出绯闻。不过这些绯闻都是在谭松韵参演电视剧播出时传出，所以很大的可能只是为了电视剧宣传需要，而不是真的。不过也有粉丝宣称谭松韵有个叫吴亦辰的男友，2人相恋10年，目前男方在华裔任职。我们也可以通过2人早期的微博考古，或许能发现什么也不一定。不过这段感情是真是假，目前也不得而知。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谭松韵的下一部剧吧。甜美可爱的谭松韵接下来要一直走花路呀。任嘉伦演技开车，是这剧。韩栋也戴美瞳，谭松韵一滴泪，观众心碎。卧槽，这高速飙车的眼神，任嘉伦不愧是演技开车第一人，
柳下文瑶琴棋舞合一曲，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影，谁与接了情意？你们锦衣卫都是这样蛊惑人心的吗？多少妹子沦陷在陆大人这里，这还要多谢当年陈晓的不言之恩。当初在拍摄《锦衣之下》时，导演心中陆大人的第一人选就是古装美男陈晓，长得帅，演技又好，陆贞传奇、神雕侠侣都让人念念不忘。可谁知导演邀请陈晓时，他竟直接拒绝了。刚结婚还有了儿子，陈晓完全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中，不打算出来工作。导演听后也无话可说，只能重新寻找合适的人选。这时有人向导演推荐了任嘉伦，当初他在《大唐荣耀》中的表现可是圈粉了无数观众。导演看后也十分欣赏他的古装扮相，马上就邀请任嘉伦来救场。谁知他直接把陆大人演活了，眼神戏更是火出圈，被观众称为眼神会开车的男人，就连原作者都夸任嘉伦是老天爷赏饭吃。没有太多表情，仅靠演技就能让观众感受到情绪，拿捏的太到位了。陆大人不愧是演技开车第一人，让你来演个小阁老，没让你把他从书里抠出来呀，真是人间绝色呀！举手投足间散发着雍容华贵的气息，韩栋真的将小阁老演活了。可在剧组他遭了老大罪了，真像杀猪一样把我摁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质量好的刺抛，美瞳的质量比较次，一股子刺鼻的味道。韩栋每天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戴美瞳，总是戴好几次都戴不上，还把眼睛刺激的直流眼泪。韩栋一度都想要放弃，干脆戴个眼罩算了。可为了更好的塑造角色，最终还是妥协，辛苦付出没有白费。韩栋的小阁老演成了反派天花板，人气仅次于男主陆大人。小阁老在剧中做了很多坏事，照常理来说，这样的反派是会被观众们一通吐槽的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他那样优雅贵气、风流倜傥，迷人中透着一股邪气，最重要的是他深情啊，对玲玲的一心一意让多少人沦陷。韩栋真的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不怕反派坏，就怕反派帅，这样令人膜拜的男神，让人怎么恨得起来？哭不出来真别硬挤了，看看这就是演药水和真哭戏的区别。他全程没有一句台词，只靠眼神就演成了经典名场面。6元一斤虾真的太上头了，谭松韵的一滴泪观众心都碎了。当初在拍摄这段戏份时，导演还担心谭松韵找不到感觉，谁知他一进组就低沉着脸，谁和他说话他都不理，这可把导演吓坏了。导演只能拜托任嘉伦去打探消息，结果谭松韵说，今天我是被绑架的新娘子袁今夏，大家忽然什么都懂了。开拍后导演都震惊到了，他的哭戏感染力太强了，眼眶泛红，眼睛亮亮的，眼泪像珍珠一样一颗颗落下，眼神中那种委屈、绝望以及无奈，被谭松韵刻画的形神兼具。仙女落泪也不过如此吧，这种无声的眼泪感染了无数人，看着他哭都忍不住哭，能让观众共情的哭戏才是真哭戏。而且剧中谭松韵还贡献多场哭戏，不同情绪、不同心境，表现出来的哭戏也不尽相同，不需要大情绪也能演好哭戏。内娱那些渣渣们都好好学学吧，是时候该卷起来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